约会去了吗？去老家了。没有分手，没有分手，就分开住，冷静一下。每天都有见面的，但是也没有和好，就正常相处，给自己放个假吧，我觉得也挺好的。冷静多久？冷静是这个两个人都觉得冷静的差不多了 ，OK 不？这又不是我单方决定，好，我决定冷静到今天，就冷静到今天。人类爱心还不愿意呢。我的家，你说整齐也不整齐，制冰机就是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我那衣服是要洗的，这些是干净的，这些是怎么说？就是我行李箱我带过来的衣服，然后都丢在这个地方，然后我要洗的，在这个要洗的在这里面，挺乱的。这个家就很小，就当时出来直播的。我再看看我冰箱，真的很可怜。我给你们看，因为这两天没在家里面，这个都不能吃了，我到时候给它倒了，真的很可怜。你看我现在自己吃东西。这个吃2个，然后就给它放冰冻里面，想着下次煮面条的时候吃。自己过得还是挺邋遢的，太邋遢了。我觉得我在男生里面算是爱收拾了，不管男生女生，不要把自己照顾得特别的好。想关心你的人都没办法见缝插针的，自己生活过得糟糕一些，全世界都会对我伸出双手。你啥都会，你要人家怎么帮助你呢？人要学会示弱，好不好？好搞笑。你知道我们从老家回来，一般是开的是那一条路，然后今天我说你在路边给我放下来吧，我说我直接回这边嘛，然后他还送我到这个小区门口，到这个小区门口他就得再绕一圈才能回到我们自己的那个小区。给我拿了可多那个小李子跟桃子，让我带回去吃。我说你不用带回去，我家很多水果吃不完。我说反正我每天都要来你家吃饭，然后他就说我真的挺好意思的，他说没人邀请你。我说你爸邀请我，昨天不是趴在我胸口了？对呀，然后说我喷香水，我都可怕他觉得我在别人面前搔首弄姿，我就是在他面前搔一搔而已，没有出去外面搔。那你看漫威，然后跟我说下个月谁要上映了，我想说哦在点我呢，要记得到时候买票。我们肯定是觉得目前分开住是对我们最好的处理方式，才决定分开的。甚至我们因为这个分开，我们连我们的两人的生日月我俩都不过了，线下都不过了。你知道这对主播意味着是什么吗？就是我们觉得我们真的得暂时分开。所以这个是不是说哄一下就能好的，而是我们觉得真的是到了一个再住在一块容易伤害到对方，因为说话有的时候说话你口不择言什么的。分开住了久了，感情不会淡吗？我俩现在才分开1周，不是分开1年了，就这么容易就淡了的，也不是我想要的呀。你们很多人都看了我们4、5年了，再来我俩平时的甜蜜跟恩爱，难道在你们眼里是假的吗？哪有这么快这么容易淡啊？我觉得反而短暂的分开以后，你会觉得失去对方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？你会认清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对方，这个是我的心态哈。因为人有的时候你在一块太久了，你拥有一个东西太久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不值钱的东西，是一个无所谓的东西，你感受不到它的价值。我讲的是比较理智的跟你们说这些东西，是真的呀。住的地方离得远吗？我走路到他家5分钟，很近很近，我们每天都见面，跟父母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真的很拒绝，对，我其实是一个就是让一个人走进心里面就特别难让他出去的那种人，就是让我走心的人就很难再让我离开他。什么时候和好暂时没有这个计划，人家天天直播不都要搬出去住，天天问我这个，你去问他吧。我能搬，他为啥不能搬？这个房子本身就是租着的，不是我要搬出来才租的。我就算不搬出来，每个月也要花这么多的钱。那他再去搬的话，他是不是要再多付一套房子的钱？钱是这么好挣的？没吃过苦，没有过过热吃糠咽菜的时候，就租了这一套而已，这一套用来直播的。但是如果他要再搬出去，那就得租2套了，然后自己原本的那个家空在那个地方。他这样子做财神爷都得跑啊，气得都跑路了，还想挣钱，这个锤子，败家！你跟朋友说他坏话被他听见，对啊。哎呀，那个有点丢人。我狮子座人超级无敌爱面子，然后他就是那一会儿搬出去的时候，他说
我做错的事情你不能跟别人说。我说好，我说我谁也不说，草狗我也不说。然后他一转头就给草狗打电话，然后就被他发现了，把他气的。说实话不算话，可是我真的很想跟别人说呀，因为草狗也会跟我说她老公的坏话，我就觉得互相嘛。对，当场被抓了。他说你不是说不说吗？我说对呀，我说了呀，反正破罐子破摔。我说我说了呀，怎样？我一般也只会跟别人诉说一次，我很少说第二次。就是以前刚吵架的时候嘛，就比如说草狗，他还会分析说对赖亚星这件事情确实做错了，或者是干嘛的，真的很过分。后面发现我不仅会跟赖亚星和好，我还把草狗说的坏话告诉赖亚星。草狗后面就不太发表感言了，他就只做一个倾听者。甚至他会跟赖亚星一起吐槽，我现在，你知道那种感觉吗？可能很多人没谈过这种比较深刻的恋爱，感觉不到。不是说不喜欢，就是每天都感觉很难过，看到彼此就有点开心不起来，就是感觉在自我折磨。就是我看到他，我很明确感觉到我很喜欢他，但是我又感觉我自己有的时候陷在自己的情绪里面，包括他前阵子我也觉得他还是陷在自己的情绪里面的。然后反而我搬出来以后，我就觉得我跳脱了那一个感觉，然后去看我俩的关系，就两个人都给彼此放假吧。我搬出来1周了都，我觉得我们在一块已经9年了，真的需要短暂的一段独立的时间，每天都联系的，每天都联系。我昨天才跟他回老家了，但是我们目前为止都没有谈过感情，就没有再聊到感情的事情，也没有聊到要不要和好啊什么的，都没有聊这些话题。10年之痒，但是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要真的跟他分开，只是我自己这段时间我自己生活自己直播，我也在感受，就是我自己一个人能不能独立生活，不是说做好准备要跟他分手或什么的，没有。因为就是你知道走到临界点了，你会觉得你想把根源的一些矛盾你得花时间去把它弄清楚，两个人都得就是为对方做出改变了，和好才有意义啊。我想把问题给解决一下，不然以后还得吵架，好烦啊！不喜欢吵架，而且我都觉得，如果能迈入这个坎，关系会更进一步的。毕竟都是这样的嘛，你们会发现吗？就是很多男女或什么的，是比如说到了一个临界点，就是要么就是吵架分手，要么就是结婚。虽然路线不一样嘛，但是我觉得方向也是一样的，就是这个阶段没有分手，目前冷静，但是没有住在一块。然后也分开工作，就目前是这个意思。我觉得感情的东西不是你努力就一定会有一个好结果的，但是你能把自己的努力尽到位，就结果怎样其实都能接受。这个是我现在目前的心态，我就觉得反正我尽力就好，下一个更关，目前没有这个想法对，这个要看双方的这个东西，是吧？暂时分开不怕时间长的真的分手吗？我其实不怕的。我觉得就我俩在一块8、9年了，又不是对方找了下家的那一种，一时半会都没有人可以走进我俩的心的，真的，又不是不爱了，哪怕就算不爱了的人，在一起8、9年都没有办法让另外一个人马上走进自己的心，何况我俩还爱着对方。我觉得不仅仅是习惯呀，这一份感情能在一起那么多年，肯定是有它的优点的，何况我们这个圈子本身就没有太多的羁绊吧，没有太多的什么东西的牵扯，对，其实主要都是我俩自己的感情。哎呀，我讲的是小孩呀什么的，就是没有这个问题嘛，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会为其他东西考虑啊什么的，我俩又都没有，就有人能懂得我的点吧，不要抬杠就我们合理的分析。而且我觉得我一直没有离开成都，我就其实已经代表着我的一个态度了。我俩也是我俩其实就是无效和好的太多，然后吵的都是同一件事情。哪怕我们这次和好了，其实以后会出现新的事情，因为我觉得这都是每个阶段该经历的东西。就是吵架的时候心情是难过的，但是还是蛮喜欢愿意为对方吵架的这个心态的，反而就是比那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对对方绝望然后啥也不说的那种状况好。就宁可吵架我都不要那种得过且过的过。冷战没有冷战了，现在感觉就是冷静，已经没有在冷战，冷战都是不理对方的天天都有联系。我俩都在成都，住在对面，隔着一条马路，很难有一个人改变。反正谈恋爱不能，就是你在爱一个人，你都不要委屈自己，
其实他如果够爱你的话，他能感受到你的委屈的，他会意识到你的委屈，哪怕他以前是他让你觉得委屈，但他能意识到的，他自己会去改变。就像赖阿星他说我让他难过的点，我其实就我自己冷静下来，我是意识得到的，那我就觉得我能为他做到。改变不了别人，除非那个人他主动，他愿意为你去改变，这个是可以的。你不能就是用分手来要求别人为你改变，那是没办法的。我现在对他都没要求，我现在就是看我自己能做的点，然后我也希望他冷静的时候看一看他自己能做的点。你要求别人太累了，要求自己。他让我难过的我就不说了，我那难过的点我自己上次直播的时候就说过了，就是我不是一个很浪漫的人，就是我有时候很缺少仪式感，然后他一直提，他会觉得他不需要仪式。就是我现在，他就那时候跟我的说的话，就是他说他现在就是习惯了，觉得不期待了。然后比如说小节啊，我要去等什么，去卡个我自己自认为好的点啊，或者干嘛的，他就会觉得很迟，没有经常准备惊喜啊什么的。就是他不是需要这些惊喜，他只是觉得我没有好好的经营我俩的感情，就这种东西。对，然后这个是我自己会反思的呀，我是觉得确实是这样子的。我以前刚跟他在一块的时候，那会儿还在读大学，然后我每次去北京找他的时候，我都会想到我这次要带他去什么，那次要带他去什么。那会儿真的没有现在有钱，现在反而很轻松可以做这些事情，反而什么都没做。然后我反思我自己，有时候半夜我就在想说，是我不喜欢他了吗？不是，是我觉得日子久了，我有时候会懈怠。我明明可以做得比以前更好，但我都没做。然后他让我不开心的，就他自己去反思吧。我也没有在直播间说过，就这样吧。因为我能理解大家说的，想让一个人改变很难的，就你自己的意识的，你意识不到就算了，那不就明白了吗？赶紧谈，不想说让他自己感受吧。就哪怕他让我不开心的点，他跟我说爸我会改，我也不会相信，他得让我感受到，然后我让他不开心的点，我得慢慢的让他自己感受到，说有啥用啊？我俩都不是十几岁了，对方说一说就能感动的。我现在都不听别人说什么，我看他为我做了什么事情，包括我为他做什么事情。我这个也是气，但是我说的我感觉真的是当下的实话呀。就包括我俩当时我刚搬出去的时候，就是很多粉丝就是心情不好嘛，然后就是说再也不管我们了什么什么的。就这个话我也不会当真，以我现在的性格，因为我每次都可以看到他们还是在管着我们，就是还是会来直播间，还是会上班，还是会那个的。我就知道你也真的不用太在乎别人说什么，就看他做的事情，就他们还是对我们很好。你可以说难听话，但是你做的事情做的是好的就行。我没有耗子啊，我只是觉得像有些人他反省的时间冷静期得够吧，就是他愿意开始聊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肯定会坐下来好好聊一下。不是自信，我不是觉得他离开我他过不了或者是什么，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。你们看我一直没有什么大动作，是觉得赖阿星这个人离不开我吃定赖阿星，那我真的从来没有这种想法。我是觉得如果他自己不能过了自己心里面的坎，心里面的一些问题，他觉得离开我他能拥有更好的生活，就是我俩这么多年呢，我其实我俩都是希望对方过得好的。我很享受这段时间，就大家让我享受一下好不好？我相信他也很享受的。享受啥？享受这种暧昧的感觉。比如说那天我没有跟你说过，那天有一天下了播呢，我们一起去网吧玩，然后玩到4点多上网，然后上完网又去吃宵夜，吃完宵夜就是告别，然后各回各的家，就是让我感觉我自己都年轻了几岁那种谈恋爱的感觉。然后他就是有时候就听着他明目张胆的在那头说假话，然后第二天就他小姨问他说，哎，你昨天几点钟睡的？他4、5点都还跟我在外面吃烧烤，他跟他小姨说他2点钟睡着。对啊，就还在骗家里面那种感觉，我真的觉得还挺好笑的。我现在目前就想好好的感觉到这种现阶段，就你知道这种感觉，就像那个我们昨天不是睡一块吗？然后就有可多那种比较好奇的人，就整天说，哎，你行不行啊？你怎么没上什么？我目前就不想要那种龌龊的行为，就目前我现在没有把自己放在我想要干嘛就能干嘛的一个位置。今天播吗？他今天应该不播。我明天都想好，明天给他们提一点水果带过去。我家有一个西瓜，我自己都舍不得吃，都放到有点发霉了，我明天就带过去给赖阿星吃。
给老婆吃点好吧。可是他最好的东西他最近都吃不到了呀，其他的东西不就是填饱肚子？我是这样想的哈，我开玩笑的呀，我真的会给他带吗？吃坏肚子，按照你们的说法，我不是更好吗？吃坏肚子了，我有机会啊！我天天那个在旁边给他4级，行不行啊？我那不是给自己创造机会了？你们应该更开心吧？有没有看恋爱没有？但我朋友最近在追，老好看了，等我下次看一下吧。我最近主要是心情不是很美妙，我就不怎么爱看这种谈恋爱的剧，怕我看了我难受会。我去旅游去，我最近很忙，最近每天沉浸在直播中，然后包括他这一次他是下周得去果园卖一次那个葡萄嘛，如果下周他觉得需要我的话，我也是随时待命去嘛。第一次肯定是他自己的，因为我们商量好了，然后他之后他觉得我出现会好一些的话，我也是随时都可以去。2天没播，因为这2天跟赖亚欣在老家呢，在老家采果子。我们下周开始要卖葡萄了，但是他最近要他辛苦一些，他自己先去。其实他前面就是他说我先自己卖吧，你别来了，我还觉得我被嫌弃了。昨天我们去了葡萄基地，那个一下车那个热浪来袭的时候，我想说哎呀太好了。我不知道为啥，就是种葡萄的地方感觉跟成都是2个世界，真的好热，我都感觉我来到新疆似的。那走在地上，那个地板都在发烫，你知道吧？对，热的地方葡萄才会甜。我一定要陪他去。他最近的计划就是我不要出来，我不要陪他去。他看到我烦，影响他卖果子，你让我一定要陪他去。你是想跟赖亚欣对着干吗？人家安排我在家里面直播，然后他在那头卖果子。人家就是要展示在镜头前展示他自己一个人那个心情的那个汗水，没有心情，很正人君子。跟你讲，现在是那种暧昧期呀，你有点分寸吧，你这人。我在那边刷手机嘛，他又躺在我胸口，然后姐夫最近很闷骚，我现在比如说直播或者出门都会喷一下香水，然后他就在我胸口在那边秀，然后说你回老家为啥喷香水？我说我取悦自己，不能取悦自己吗？但我昨天有失误，我昨天忘记喷脚踝了。闻不到甜皮鸭，我说了很失误，喷脚踝那就是有这个契机。什么叫做闻不到？你住在我家船底，还没有回家，我今天没有过去啊，我们这2天待一块。今天他爸妈都没回来，我回家干啥呀？跟大家一起吃泡面。我们今天才刚分开，我们下午一起回来的。他今天播不播我不知道，应该不播吧，也有可能播，还没有沟通过。亲亲抱抱举高高了吗？没有，我们在暧昧期，啥也没有，睡在一张床上，啥也没做。很纯爱的，伪才信。我说的每一句话，我都在直播间承诺哈，真话都是，没有啥也没发生，但是睡在一块。OK， 这有啥鬼都信的呀？我禽兽，我找到机会就要扑上去，那显得我多那什么呀？我应该抓住机会耶，观感不好啊。抱抱吗？抱抱应该是有，他躺在我胸口了，算抱吗？和好了吗？没有聊感情。聊电影，聊漫威什么的，然后聊果子的定价。哎，我俩，你知道很好笑，就每次我们给水果定价嘛，就是像葡萄嘛，就是压老板的价格，压完老板的价格以后，就会开始去折磨他姐跟姐夫，因为他姐跟姐夫还得去算人工，然后算给我们的钱，然后还要去算快递费，就去给每个快递打电话，看哪个快递最便宜，然后去谈合作，比如说多少量，能不能讲个1-2块下来。然后就我俩就会去折磨他姐跟姐夫，一下子就纸箱太贵了，一下子这纸箱硬度不够。这句话的重点不在珍惜，在彼此哈，2个人都得珍惜。谁叫彼此？我跟他，我们俩合在一块就叫彼此，懂不？跟你说，他有一个姐真的好神啊！我之前直播有的时候有没有跟你们说过呀？就他有一个姐，就现在在家里面虽然大家心照不宣嘛，但是不会在大人面前去聊感情的事情。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懂这个点。之前就跟他说过，他姐一直在他爸面前一直说什么，哎呀真的可好，这个是我弟，这个是我，然后看到我说什么，说我是赖亚欣，他说这个是我妹夫。他昨天我们的那个10几个人那个家庭聚会，就是吃烧烤，又开始口出狂言了，在那个邛崃，然后我们昨天晚上是在蒲江，就在他奶家，就大概还有20-30分钟的车距吧。然后他带了2个赖亚欣的
小粉丝来，就是那种10后，就是坐了十几20分钟车，就想看一下赖雅欣，然后看完就走了。然后他一进来，他姐那个8+1喝多了，开始李佳华就他盯着我说话，他喝了酒很喜欢找我说话，然后我说咋了？你要有危机感。他让我要有危机感，我那一会儿还没听懂，我说什么意思呀？他说现在10后的都很喜欢赖嘉欣哦，还在那头吵架。天哪，我真的立刻我都想让他闭嘴，我都想把酒泼在他脸上，让他清醒一下。你在说什么哟？我家里面这么多的人，就是很尴尬这个话题，不要在很多亲戚朋友面前聊这些东西。我那边就我说好，你先吃，你多吃一点，我先上个厕所。很吓人，他那姐真的救命！你们能懂我的感觉不？真的呀，真的很，起码3-4个长辈，不是同龄人，就是那个桌子上，然后听到说这个，我真的很害怕，我真的怕，就生怕还有那个不知情的说，哎，怎么回事呀？问出这一句的话更吓人。他俩吵架了，你不知道吗？我相信他姐的性格，下一句就是讲这一句话，吓得我说。先上了个厕所，然后一进来，他姐又李佳华的时候，我就抓住他另外一个姐说：“哎，菜好像不够了，我们再去点一点。”又走了。他那姐真的感觉是上天派来整人的。后面就没有聊这个话题了，然后一进去就让我吃那烤蚂蚱，逼着我吃了一串烤蚂蚱。我第一次吃那个东西，我真的第一次吃烤蚂蚱，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难吃，但是我看了还是有点怕。有几个亲姐，她没有亲的姐姐，她只有表姐，表姐有。1、2、3、4个表姐，4个表姐，几个也有3-4个哥那种。他那几个姐对我都很好。我是独生子嘛，对啊，我姐也很喜欢他。上次带他回老家，然后他跟我姐聊天，我姐有时候是说真心，有时候可能也客套吧。他就说：“哎呀，李佳华还好找了你呀，因为像他这种需要人推着才会往前走的那一种人，如果找到一个跟他一样懒惰的，这个生活该怎么过？”然后就听到赖雅欣说：“对呀，姐，我也是这样觉得。”他说他这么懒的人，还好我一直推着他走，也很少遇到像他这样的人。我姐应该心里面想：“耶，就你还真好意思硬。”